我是瓜皮儿。明日传奇第4季前情提要：时间线被4分5裂，不同时代的人们汇聚一堂。尽管瑞普创立时间管理局，也无法阻止凌驾于时间线之上的恶魔马鲁斯。传奇小队及其6枚图腾携手将他打败，但这只是恶魔之门被开启的第一步。解决完披头士的时代错误后，队员们在传令躺尸。4年时间让他们深感疲惫。沃利早在1年前就已经提出休假。即使过了这么长时间，康斯坦丁提到的恶魔也未曾出现。船员们认为他在故弄玄虚。夏普来电，要传奇们即刻到管理局总部报道。盖瑞在路上守口如瓶，逃脱了他们的魔掌之后，带领队员们来到了派对。此举的正题是为庆祝传教队修复了最后的时代错误，这也意味着历史不再会发生错误。雷拿起一张通缉令，在扎利的引导下，把诺拉的逃跑方法全盘托出。他的为人扎利再清楚不过，所以没有怪他的意思。所有的时代错误被修复，夏普希望能每天和他一起看日出日落。萨若的欣然接受，给他打了个措手不及。二人打算开香槟庆祝。打开瓶子后，走廊里出现一道身影，老熟人见面分外脸红。黑暗即将来临的老套话术让 Sarah 提不起兴趣，而且他们并没有在时间线上发现异常。为获得信任，康斯坦丁一口吐出一桌子骨头，他能探测出神秘力量。夏普一出现，屋里唯一的男性被赶走。然而刚才的谈话内容只字未提，只剩下 Sarah 一人后，桌子上的骨头立了起来。二人因为时代错误被修复，郁郁寡欢，队伍迟早会被解散。那之后他们肯定不会适应做普通人。米克心生一计，砸碎汽车玻璃，偷了一辆轿车，他要带着内特开启新生活。二人潜入房间，来到酒桌面前，回头撞见了内特的亲爹。他的父亲因为在五角大楼找到新工作而错失度假良机，4人也因此相遇。雷通过吉丁的调查得知了1969年的时间波动。扎利知道这个傻白甜是为了寻找诺拉，所以要和他同行。二人漫步在音乐节周边，前方出现一滩彩色的不明液体。再一抬头 Oh my God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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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汉克因为2年间儿子的失联感到不解，而他的工作又显得虚无缥缈。时代错误改变了他的记忆，内特一眼就看出来了不对劲的地方，立刻拉着米克离去。二人四处寻找诺拉。Sarah 因为骨头的缘故同时出现在这里。众人会合后，内特告诉他们事件缘由，接着来到了呆若木鸡的米克身旁。前方出现了一只小马宝莉，米克拿着喷火枪就要上。独角兽看起来十分漂亮，众人沉浸在这份美好当中。他走向面前的姑娘，一脑袋给她挑飞，摔倒在地，接着品尝了起来。米克拿着喷火枪攻击，他不仅不受影响，还向大伙喷射彩色的粘稠液体。只有 Sarah 躲过一劫。他们要在时间调查局知道之前处理到这件事儿。Sarah 决定去找康斯坦丁。同年的某个酒店内，康斯坦丁不耐烦地打开房门，他正和2个柔术表演者准备3人行。听到 Sarah 的叙述后，他想确认一下有没有人被那个粉末喷到。从小到大，因为和父亲缺乏沟通，变得十分生疏。听到怪声后，竟然看到了自己的亲爹。内特决定趁这个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。米克一愣，看到了他的小兄弟。二人表达了一下对对方的感情，深情地抱在一起。扎利看到手在发光，同时四周围充满着爱。他想要雷承认自己喜欢诺拉，结果大哥一回头。他们的经历十分相似，康斯坦丁认为像他们这样的人就应该在孤独中老去。Sarah 并不相信他的说辞，家人朋友只会让自己变强，于是他发起了成为传奇的邀请函。结果一扭头看到了队员，还有俩在老汉推车。康斯坦丁翻开古书，为了制服邪恶的宝莉，他们需要收集各种难搞的材料。第一个是9指人的唾液。雷说我可以牺牲一根，其实并不用。死之华乐队的杰瑞刚好满足条件。来到音乐节的草坪后，内特接过他嘴里叼着的烟，扭头就跑。第二个是撒满的护身石，以及结束将至的女人詹妮斯的头发。最后一个材料，处子。不巧的是，他们身处的时代刚好在性爱革命。仔细一想，还是盖瑞比较合适。他拿着独角兽钟爱的16做诱饵，独角兽闻着味儿过来，小崽子还不知道他有多凶残。不过走近之后发现了，他喝下药水进入冥想状态，额头魂发亮，独角兽随着咒语现出原形。康斯坦丁在他身后打开了地狱的通道，独角兽咬着盖瑞不撒手，队友们过来与他展开拉锯战，被吸进去之前又来了个反扑，咬掉了盖瑞的头。内特提着一打啤酒来找汉克，也就是他爹。这一次没有父子，只是单纯的情感交流。康斯坦丁在一个人独处，Sarah敲门进来后，他仍旧保持拒绝态度。这段时间的他看起来状态不佳，但这并不能成为登船的理由。洗漱过后，他继续喝酒，周围的磁场越来越强，他被扔飞出去，按在地上。
镜子上浮现出一串文字。原子侠穿梭在线路板内，他们把康斯坦丁的魔法与科学合为一体，这么做是为了找到时间线上魔法威胁。交谈之余，这个懒汉拖着行李出现，虽然同意加入队伍一同对抗恶魔，但绝对不会和他们一样穿着奇葩的衣服。一气作响，基丁根调取出魔法逃犯的时间坐标，乘波号出现在1692年的赛林小镇。康斯坦丁目前负责做顾问，并不负责参与活动。米克看他不去，自己也不想去。内特在进行着和他爹的第二次情感交流，服务生告诉他信用卡用不了，换了一张，但是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过期。汉克递过去自己的卡后，二人又因自己的工作吵了起来。他们的工作都不方便对家里人解释，而他也知道父亲在为政府做些秘密工作。结果饭没吃上，二人散伙。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村民把简围住，他们凭借虚无缥缈的理由把简污蔑成女巫，百口莫辩的他被抓了起来。他的女儿眼看着母亲被带走，天空飞来的一群乌鸦抓花了这群恶徒的脸庞，这更加坚定了村民们把她视为女巫的决心。听说基丁恩能制作各种材料，但总能和米克发生冲突，甚至是在厕所以及看电视，俩人就差打起来了。好在跑外勤的三人回来，事情的经过告诉康斯坦丁后，基丁恩调出关于简的资料。他被吊死之后，整个城镇的人开始沸腾，女巫存在的事情被广为流传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有魔法，就要有人动嘴皮子施咒，如果不是简，那就是最在乎他的女儿。夏普在管理局加班，突然听到了奇怪的动静，走出去瞧，冒出来一个内特，还不穿裤子。他决定在2018年停歇一段时间，而且因为做传奇没有工资，这段时间只能住在局里。而夏普加班到现在，是因为调查局的预算要上交到国防部，这之前都是瑞普在做，他有点力不从心。内特因为需要工作可以帮助他，前提是把裤子穿上。简的女儿走到绿林小道，他察觉到身后的众人虽然带着善意，但他仍然有所防备。康斯坦丁激活他脚下的陷阱，在咒语的催动下，附在普鲁登斯身上的恶魔缓缓地现出原形。他娘的艾莎！他自称神仙教母，专门帮人实现各种梦想。突然响起 BGM， 但是没米克打断。康斯坦丁正准备施咒，艾莎打断他。如果他被打入地狱，连接为一体的小女孩也会一起。教母指引着他，让他把这些人驱逐。他一边唱歌一边困住众人，又招来了漫天乌鸦。得知他们是来救自己母亲，普鲁登斯让教母停止魔法攻击，随后消失不见。小女孩被带到飞船上，他相信传奇们是因为上帝听到了他的祷告而被派来的。来到政府大楼的三人信心满满，结果撞见了内特亲爹，他瞬间变怂，这事只能交给夏普、盖瑞二人。教母像寄生虫一样寄宿在小女孩身上，确实如他所说，不能就这么被送下地狱，要让普鲁登斯先拒绝教母。如果想让他拒绝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就是救出他妈，但这么做会影响时间线，他们也无能为力。查理偷偷潜入看守所，想要救走简，虽然知道他的好意，但心怀大爱的他知道，只有自己死了，村民才能解除恐惧。他也逼着女儿发过誓，以后绝对不再使用能力，只要他听话就能好好活下去。查理眼含泪水求着他逃走，最后他还是选择留下。看守听到动静追过来，查理只得离去。康斯坦丁与老精灵相会，他只想让他离开普鲁登斯的身体，他只想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。之前帮助过的小女孩都只知道索取，甚至还有要穿水晶鞋的，那玩意儿多磨脚啊！康斯坦丁知道他不怀好意，害死他的母亲是为了让他心中燃起地狱之火。老妖精一听，嘿，这主意不错呀，咱们待会儿见。时间管理局的工作不被人所知，所以很难说动汉克为他们拨预算。盖瑞把马鲁斯和时间错乱的事情通通讲了一遍后，现在只需要有证据证明恶魔的存在，他就能点头。盖瑞说，你看我的头被独角兽咬掉了。汉克决定关掉这个部门。容嬷嬷在行刑前仍旧蛊惑着村民，他把简身上的胎记忽悠成恶魔的印记，还说看我扎不扎他就完了。忽然一阵风把他吹飞，他拿起圣经当盾牌，结果被送到简的手里。遭罪的人是简，他站出来试图唤醒村民，却被容嬷嬷同样认定为女巫。查理气不过，抽空了上前阻止他的人身体里的空气。意识到自己犯下错后，他停了下来，满怀歉意的被人抓住，图腾也被摘下。这一下更热闹了。普鲁登斯感到不安，他的妈妈到现在也没被救回来。老精灵给他调出监控，得知他们并没有作为，在老精灵的鼓动下，门被打开，二人变成两头猪，一头白猪，一头花猪。遛弯的康斯坦丁正准备念咒，结果被封住了嘴，还给推到了一边，从他的身旁踏过。为了证明魔法的存在，内特来城堡号搜集证据，转头看到一头猪，猪告诉他
我是雷，我变成了一头猪，但我感觉我很快就会变回来。2名女巫正在等待行刑，尽管他说的再精彩，也同样被容嬷嬷套上女巫的头衔。图腾被一并扔尽，点火之际，Sarah出现，他试图吓唬这些人，但是不太管用。男丁们展开了葫芦娃救爷爷，让 Sarah 一顿秀，结果还是被擒住，火堆被点燃。普鲁登斯出现，阻止了这一切。村民被定住，2人被带下火堆，他要烧死这个容嬷嬷。图腾在慢慢融化，内特抱着猪过来，给汉克整得一脸懵啊。他想证明魔法的存在，但猪就是猪。查理试图唤醒小女孩善良的一面，这也正是他的母亲所期望的事情。老精灵怂恿他报复社会，举起魔法棒的那刹那，村民们得到了原谅。猪变成了裸雷，内特变成了钢铁直男，汉克瞬间同意拨款。查理拿着烤熟的图腾吹灭火堆，老精灵被康斯坦丁束缚，母女团聚。查理完成了自己没能救母亲的心愿，他要被送进地狱，但还可以商量，只要寄宿进他的身体就可以一笔勾销。老精灵知道他的身份，所以他宁愿下地狱。康斯坦丁一生气，打开了地狱的通道。老精灵临进去前还念了句咒语。汉克承认了他的能力，父子2人欣然接受了对方。走之前，盖瑞还不忘给张停车券。夏普想雇佣他来管理局工作，决定给他时间考虑考虑。雷走过来后打开飞船的通道，可是他的心已经留在了这里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